小废物手做的 Roxy。我们今天要来购置一款可爱的饮料提袋或者是小物提袋，它同时呢也可以是非常可爱的包包吊饰哦。好，然后这一款最近大家都有很多的创作者都有分享各种不同的设计啊。我这一款设计呢是猫咪的造型啊，里面内部的结构呢，我们来打开看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网袋翻出来，好，翻出来以后稍微整理一下，把底部整理好。然后网袋的部分整理一下，这边可以放进，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然后更改这个大小。之后我在教学的时候会跟大家说明。然后譬如说顺手买的饮料啊，就可以这样提着，可以空出一只手来。然后使用完毕以后呢，饮料喝完了以后，可以把它拿起来以后翻面。把网袋整个塞进去就好了，也不用做什么特殊的收纳。我不知道大家，我本人其实还蛮讨厌收购物袋的，尤其是要特别折好的那一种，有时候就是也不是折不好，就是不太想收。这个只要塞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拉回来又可以继续挂在包包上，当成可爱的小吊饰。好，那我设计的这一款是猫咪造型的，然后想要在可爱和成熟中间取一个平衡，所以我就没有帮它加眼睛鼻子了。我觉得它本身就还蛮像猫咪的，好，各种不同的样子。然后关于各种不同的猫咪造型、猫咪的花色的部分，我之后会用贴文跟大家分享这个换色的织图啊。不过基本上针法都是一样，只是镀线的时机、换色的时机不同而已。好，那我们就开工咯。我们今天示范的是这一款，这一款就是有彩色耳朵，有颜色的耳朵的造型小猫。需要的材料呢，我今天使用的线材是我在大创找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还蛮好的。这一个包包，我觉得它需要的材质，我没有在使用贝币夹，或者是像是亚克力线材，因为我觉得它们比较有弹性，然后太有弹性的话，在网袋的部分会被拉扯得很长，那我觉得这样不是优点，所以我希望它稍微稳定坚固一点。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没有弹性的材质，然后这个是大创购买的，台湾大创，所以一球50元。然后它的产地是这边，它是棉的，100%纯棉，然后是印度产的，然后粗细我觉得蛮刚好的，然后颜色我也蛮喜欢的，这些都是它的颜色。然后我正好4色，好像有5个颜色，我买了4个，5个还是6个颜色，我买了4色。对呀，然后回来正好就设计了这一款，我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去找找看的，因为它的粗细适中，然后也没有弹性，所以很好使用。然后可以准备2个颜色，自己喜欢的猫咪颜色。然后其他的部分呢，这一款线材我可以搭配3.5米的钩针，或者是3米的钩针。然后我想要它稍微紧实一些，所以我就搭配3米的钩针。然后还需要其他的材料，就是记号扣、毛线针、剪刀和胶水啊。这个网袋的部分比较需要有在结合的地方比较需要粘着，所以可以我使用这一款就是白胶，或者是保丽龙胶，或者是任何大家平常在勾东西使用的胶就可以咯。好，那我们开始咯。我们今天示范的是这一款，所以呢，它的织图在这边，然后剩下款式的织图我后续也会陆续分享给大家。然后这一款它换色的时机我会放在影片的上方让大家看到。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来开始咯。
首先我们拿出猫主体白色的线材，米色的。好，然后做一个环形起针，环形起针绕线拉来前面，从手背往手指绕，钩针从第一条线下方，就是线头这边下方过去，捞出后面这一条线往前捞，然后做一个扭转，扭转好了以后，请捞毛线，后续还有很多毛线那一端的那个线头。那一端，然后把它拉出一个锁针，放手，它就是一个环形起针。这边我没有使用我上一次短片教大家的那一个替代的方式，替代的环起方式，因为上一次的作品是一个包包，比较有被撑开的可能，然后那边比较会有一个洞。这一次的作品，因为线材啊，还有这个造型加针的关系，所以其实3个锁针取代1个长针的地方看不太到，好，所以我们就用3个锁针来取代第1针长针。好，首先我们1个锁针已经完成了，第2个、第3个，好，这是3个锁针，这个就是第1针长针。那一整圈呢，我们要钩织12个长针，所以我们接着在这个环起，记得一定要钩到2条线哦。环起中间，我们再钩织11个长针。好，长针的钩织方式，绕线，然后进中间这个大的洞，没有收紧还没有关系。进去了以后，从后方往前再绕一次线，好，出来，出来洞口，以后绕线一次拉2个线圈，再绕线一次拉2个线圈。好。如果说这个线有什么缺点啊，我觉得这个线材我自己实测，它的棉的质感也很好，然后我自己使用下来说，用这个包包来说也非常好用。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钩织的时候啊，它其实里面是分成，我来看一下哦，数不清。大概有6股以上啦，6股以上的细棉线，所以在钩的时候有时候会分股，就是有可能你钩到漏了1股，就会变成一个小圈圈在前面，那我自己就不太喜欢，我就会把它拆掉重来啊。所以大家在钩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如果有注意就比较不会发生，才不会倒退好几针回去改它。好，12针长针钩织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先把钩针抽起来，线圈拉长。好，环起的话，第1圈我们有个重要的工作很疗愈，就是把环收起来，然后可以手扶着织片，然后用力的把线圈顺着它的圆圈的方向把它拉紧。好，拉到中间看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类似娃娃的猫咪的脸，所以不希望它中间有洞。好，拉到最紧以后，好，确定是拉到最紧了，棉线还蛮耐拉的。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挂上钩针。我们来做结合。好，结合啊，我刚刚没有挂记号扣。好，这个时候总是会有意外发生。没有记号扣的时候，有几个方法可以数，如果认得出来，当然是前面3针锁针，然后呢，3针锁针最顶端的那一针。然后我自己最常用的方法是找到第1针长针，第1针长针上面的 V 字形在这里，所以呢，它的前1针就是第1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倒退数，我们针数不多，这是12针，所以从12、11、19、8、7、6、5、4、3、2、1啊，这边就是第1针。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跟这边做引拔。好，引拔好了以后，反方向拉紧。好，我们第1圈就完成了。这个时候拿出记号扣。这样下次就不会忘记。好，我们现在来开始第1针。好，1、2、
3针锁针代替第1针，然后再同原来这个洞再做1针加针，再做一个长针，然后这样1针对出2针，就是长针加针。然后我们在第2针的前面这个3个锁针的顶端挂上记号扣，等一下要结合的时候就会很方便。好，接下来第2针也是这一个针目，绕出一个线圈，然后呢绕线以后套出2个，再绕线套出2个长针，在同一个针目再钩织1个长针。好，这是长针加针，所以呢，每一个针目第1圈的每一个针目会对出2针长针，所以最后我们这一圈会有24针长针。好，我们可以钩织完再回来哟。好，24针长针钩织完了以后，我们拆掉记号扣。好，我们跟记号扣处做引拔，直接进洞，然后绕线拉出，反方向再拉一下。好，这样子我们第2圈就完成了。我们前3圈都是纯粹白色，第4圈才会有换色镀线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就继续咯。第3圈，好，3个锁针起针，在原来的这一个洞再钩织1个长针。好，所以第1针也是做长针加针。然后我们倒回去找，这个是第2针，所以它前面3个锁针的顶端，这边是第1针，挂上记号扣。好，第3圈我们1针做加针，第2针就不加针，所以下面这个第2针我们就做1个不加针的长针，接着1个加针，然后再1个不加针，这样整圈12组，所以最后的针数会是36针。好，我们到最后1针再回来哟。好，我钩到最后1针了，所以最后1针是1针长针。不过呢，因为我们下一圈，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圈我们钩织，我们现在1、2、3圈，第2圈、第4圈，第4圈开头就是蓝色的，所以我们在最后1针的时候做换线。好，最后1针我们我们直接把最后1针先拆掉，然后我们准备另外一个颜色的线。好，然后这条线这一捆线先准备好，然后我们钩一下最后1针，最后1针这边进洞，然后绕线拉出2个的时候，正常的长针是我们再绕线再拉起来，对不对？最后一步也就是长针绕最后这一个线的时候，我们换一个颜色，这边我们挂上。然后我们再把这2针拉起来，好，这样就是最后1针长针。那我们就把它成功换成这个颜色。我们直接用新的颜色，这个蓝色的线呢，来跟第1针做引拔，这边好，然后接下来呢，好，我们先做引拔。这个时候可以回到背面。看一下，好，我们这一条线拉紧，然后这一条白色呢也要稍微收拾一下，不然它前面会有一个大圈或是大洞，好，调整一下，这样就成功了。我们成功把我们的线从米色的换成蓝色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依照织图来做钩织。好，首先3个锁针起立起针，这应该算是第1针长针。好，我们现在是第4圈了，所以第4圈加针的方式就是1针不加针，然后下1针加针，再1针不加针，所以第4圈一组是4针，最后完成会有48针。在这48针里面，我们有一部分要换成这个颜色。好，所以这是第1针。
第一针就一针对一针不加针。第二针我们要做长针的加针，我们走到下一个，然后在这个时候啊，后面是有没有一条白线？因为我们等一下白线还要继续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渡线啊。所谓的渡线就是偷偷把这个白线一直藏到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所以在钩织长针的时候，我们进洞平常是这个 V 字形这2条线，记得这时候这一条线也要进来，跟着进来。好，跟着进来以后就钩织在里面，它藏在里面其实也看不到。然后这一针要做长针加针，然后接着呢，下一针是不加针。好，这样4针完成了，1、2、3、4，一针不加针，然后第2针是加针，出现2针，第3针又不加针，好，一组4针。我把记号扣挂回去第一针的地方。好，接着呢，我们要接着往下走哦。我们蓝色呢，这个蓝色要使用，接下来是要使用，我们看一下织图，1、2、3、4、5、6、7、8、9针。但是中间呢，最后2针，因为我想要猫咪的头有一点微微的，不是那么圆，想要它有一点点的扁扁的感觉，所以我把中间的针目这边换成了中长针。所以我们接着钩织一个长针加针的1半。好，来一个长针，好，接着下一针要做长针，要做加针，但是我们加的那一针呢，换成中长针，圆洞进去，中长针出来，然后最后一针就开始变成中长针咯。好，这样是1、2、3、4、5、6、7、8针，然后第9针也是蓝色的，但是第10针我们要把它换成米色，所以呢，第9针我们做一个长针，一个中长针，不好意思，中长针。好，平时是中长针的钩织方式，刚刚跑得有点快，不好意思啊。好，这边解释一下，中长针绕线进洞，然后再绕线拉出，这边都跟长针一样，长针是绕线拉2个，好，然后再绕线再拉2个。但是中长针就是绕线直接拉出3个圈。不过这一针，因为我们下一针的针目要换成米色，所以我们在最后一步的时候，3个线圈在收针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一条线放下，换成米色的这一条线，米色的这一条线绕线，然后一口气把3针勾出来。这个时候针目还是蓝色的，但是我上面的线圈就会变成米色。好，接着我们用米色勾下面这一针长针加针，中长针加针，同一个洞进去，再一针就是加针，但是下一针我们要换回蓝色，所以在这个最后一步，原本要绕线拉出的时候，我们放下它，换回原来的颜色，然后接着把米色继续包在里面，绕线拉出。好，这样我们中间就有一个米色的2针，接着蓝色再帮我钩织一个中长针，好，中间就会出现猫咪中间这一个，让它耳朵有分开颜色的感觉。好，来下一组，好，我们依照织图来做钩织，一针中长针，然后下一针是一针中长针和一针长针的加针，所以先做一个中长针，绕线以后再同一个针目再钩一个长针。好，然后下一针是一个长针。好，接着我们还有4针要用，也就是一组要用这个颜色完成，所以继续
一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然后再来一个长针。不过这个长针是最后一针了，所以最后一针我们下一针要换成米色的线，所以这个时候帮我钩织一个长针到最后一步，放下蓝色的线，换上米色的线，做绕线拉出。好，这时候我们就把颜色换成米色了。米色帮我先钩织2组，就是4针，就是长针不加针，然后长针加针，再长针不加针，这样2组。然后全程都要把蓝色的线卡在里面渡线过去。再一组，好，2组好了以后，因为我们正上方这边有做变成中长针，让它稍微比较椭圆一点点的部分，这边也要开始了哦。好，下一针是1针长针，再下一针是1针长针和1个中长针的加针，所以长针好了以后，绕线圆洞进去做一个中长针，然后下一针是中长针。好，我们这一组就是变成这就是我讲的，它会有点卡住，有没有？因为它会分股。所以钩织的时候要小心。好，接着呢，下一组是1针不加，1针加，1针不加，但是是中长针，所以1针不加，1针加针，再1针不加，这样是中长针。好。然后接下来1针不加针的中长针，1针不加针的中长针，在下一个针目，但是这一针我们要加针，所以在原来同一个针目，我们再做一个长针，这样就是加针了。下一针就变回长针不加针。好，那像这样子，其实看得出来上下有稍微扁一点点，比较像猫咪的脸蛋。好，接着我们就做长针咯，1针不加，接下来的这一针要加针，再1针不加针。接着一样，最后一组不加针，然后这一个针目要加针，接着最后一个针目不加针。好，可是最后一个针目，我们接下来要到下一圈，要引拔起来到下一圈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用蓝色来做猫咪的耳朵。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再跟上一圈一样，我们要在最后一个动作，好，在引拔前就是长针的最后一个动作，长针的线圈先稍微收一点点，然后最后一个动作换成蓝色，这样在引拔前我们的线圈就已经换成蓝色了。好，然后接着呢，我的记号扣颜色用太像了，好，没关系。来，记号扣拆开，然后我们跟记号扣的地方做引拔，往反方向拉紧。好，
然后我们来后面看一下这个织片啊，这个作品其实后面就是作品的背面蛮重要的，因为你在拆开的时候，我们拆另外一个好，拆这一支，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一支的。然后你拆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利用它翻面的这个结构来去产生这个底部，对不对？所以如果底部很多线头，其实蛮丑的。好，所以我觉得换色造型也不适合太复杂，刚好猫咪的脸还蛮适合，就是小花猫的感觉啊。这样双色其实换起来背面其实看起来都还蛮干净的，然后最后一定要收拾整齐哈，所以我没有设计太复杂的样子。所以在最后这边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稍微松紧度没有拉到，然后其实呢就到时候我们把蓝色的线头往蓝色里面藏，白色的线头往白色里面收好，这样基本上就应该是没有问题。好，接着我们要来最后一圈了，最后一圈就是耳朵和这个边。我们耳朵是利用挤在一起钩织很多比较长的针目，像是长针和长针，然后接着用短针来跑一个边啊，也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上面的织图，然后我在这边也一起教学。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圈，最后一圈的钩织方式跟前面的有一点不一样。最后一圈我们就不渡线了，因为渡线有一点丑，我自己实验过，所以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白线预留一段，可以留着收线头的一段，好放着。然后我们用蓝色的来做钩织，我们先钩织猫咪耳朵。猫咪耳朵这边的部分，包含中间这边，我们这边是使用蓝色。然后下面需要白色的时候，我们再把白色接回来，好，所以白色可以先离开。好，那我们来钩猫咪耳朵咯。好，先一个锁针，锁针好了以后啊，我们跳过2针，其实锁针这一针不算哦。好，再过2针到第3针，好，应该是说到上一圈的第4针，1、2、3、4。然后这时候在这一针里面，我们要塞进超多东西的。我们要塞3个长针，一个长针，然后再一个锁针以后，再一个长针，再3个长针，全部塞在这个洞里面。好，先3个长针，1、2、3，好，3个。好，接下来是一个长针，就是比长针要再长一点，所以我们绕2圈，然后同一个洞进洞以后绕线出来，这时候钩针上会有1、2、3、4个线圈，然后绕线拉起来2个线圈，再绕线再过2个线圈，再绕线再过2个线圈，这就呈现了一个非常长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一个锁针，同一个针目再做一个长针，绕线拉出总共3次。好，接着是长针3个，1、2、3。好的。然后我们这一针撑了超多针目，对不对？所以它都撑开了。我们再空2针，1、2，空这2针，然后到下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好，接着呢继续钩织3个，1、2、3。好，3个短针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做一个结构，就是这个圈圈，让它可以套出后面的一个圈圈。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锁针2、3、4、5，我自己没有很喜欢那个圈圈太大，不过越小就
穿的时候比较困难啦，但是我是觉得没有要紧，那个还好，可以5针应该是足够一个小圈圈这样子。好，5针好了以后，回到下一针再做一个短针。好，所以这边就有一个洞。接着再3个短针，1、2、3。好，接着又是耳朵咯。好，我们空2针，1、2，在它的下一针勾超级多针目。先来一个长针，总共3个长针，2、3。好，3个长针完成了，再一个长针。好，所以呢，进洞以后捞出4个线圈，绕线一次拉2个，绕线一次拉2个，绕线一次拉2个，一个锁针，然后再来一个长针，同一个针目哦。然后接着3个长针，1、2、3。好，哇，猫咪耳朵就完成了，好可爱哦。好，接着我们要把它拉回我们的主体咯。这一针钩织完以后，空2针，到正好是蓝色的最后一针，上一圈蓝色的最后一针，也是我们这一圈蓝色的最后一针。我们来钩织一个短针，不过短针之后我们要换白色的线了，所以短针的部分我们就进洞绕线出来了以后，就不要再钩了，我们就换下一个颜色，套上。好，记得要预留可以收线头的线段。好，把它捞出，然后后面蓝色可以稍微收紧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就一针对一针的短针，所以呢，接着就是接下来全部都是短针，在白色的上一圈继续钩织一圈短针。然后蓝色要不要渡线呢？我这边选择渡这一条，就是线头。然后啊，蓝色不要渡线了，蓝色可以直接剪断，有一个线段以后直接剪断，我们暂时就不需要它了。蓝色的线段留在后头，等一下我们来收。然后接着就是把短针钩完。好，短针到最后一针，好，最后一针完成了以后啊，我们就直接断线，然后拉出，然后这时候拿毛线针，我们做一个隐形的收针啊。毛线针穿好了以后啊，我们找到这个是第一针，锁针是第一针，那我们找它的第2针在这里，那我们进第2针，好，第2针进去以后稍微拉一下，让它绕出一个针目的差不多跟平常隔壁的针目都差不多的长度。这个时候找到原来我们起点的这个洞，我们往后进去，记得一定要穿过2条以上的线，好，2条，这样才不会太晃。好，拉进去以后收小，把它收到跟旁边的针目差不多大小，这样就完成了。可以在背后呢做打结，然后长线头的动作。好，这样我们的猫咪织片就完成一片咯。这样，然后啊，这边所有的线头啊，都要稍微收得干净整齐一些，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东西的背面，这个作品的背面还蛮容易被看到，不只是自己会看到。我拿的毛线针太粗了。好，一样我们就稍微收一收，把它稍微往回穿一点，然后穿好了以后，我自己的习惯呢是留一点点线头，很小很小，这样子1-2公厘而已。
然后用胶水，这边用胶水把它稍微固定起来。好，这一款胶其实不太会有痕迹，我还蛮推荐的。然后像刚刚这个我镀线过来的线头，藏在里面过来的，也是把它剪断，剪一点点，剩下一点点，让我可以把它粘住。好，那这个织片就完成了，大家可以把后面收干净。然后下一个织片呢，我们要来做的是，我自己是没有做两面都是，你可以做两面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我们之后还要勾网带，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用另外一个颜色，然后依照这个织图做一片一模一样的，跟它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只有一个地方有差别，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回来。只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它的我们刚刚这边有做一个1、2、3、4，然后我们有做一个5个锁针，对不对？这边呢，我们会变成你喜欢的长度。我通常都是做45到60个锁针，不一定，看看大家希望它挂在包包上啊，还有可以绕过大概40、50针就可以了。如果希望它再长一点、再垂坠一点的话，是可以改变的。好，那我们就钩织到这边再回来，我来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长长的东西。好，待会见哦。好，我依照织图钩到中间这边了，然后这边我们要来钩锁针，就直接开始我这个想要弄长一点，我要钩60针好了，来1、2、3、4、5、6。好，我发现60针太长了，所以我只要50针就好。好，50针其实就已经足够可以套过它本身。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引拔，可是引拔的位置在上一个锁针的这个最上面这个 V 字形的一条，挑起一条。和这边下面这个 V 字形这边再挑起一条，这样挑起2条，绕线，然后拔出来，然后这样会呈现一个圈圈，没有开的，底部是合在一起。然后接着就到下一针开始钩织短针，2、3、4，好。那短针钩织好了以后，接着就来钩织耳朵。好，所以呢，接着是空2针，然后到这一针来钩织耳朵，后面都跟上一个织片一模一样哦。然后大家就把它完成。好的，我现在2个织片都钩好了，长这样。然后这个是织片的正面。我们现在要把织片呢背对背这样放起来看。好，背对背以后呢，应该要长得差不多，对不对？然后我可能后面这片钩比较松，哈哈，稍微大了一点，不过没有关系，这些就是这个都可以，我们把它缝合起，就是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以后就不会有影响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找一些针目，我们要把它，因为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带带，所以呢，可以拿出记号扣。我们一开始的针目呢，如果你从正面比较好看，那就翻回正面。一开始的针目，我们要开头的针目是我们对上了以后呢，猫咪耳朵的第一针，就是这个。跳过这2针，这一针，这一针，这一个长针，猫咪耳朵里面是有3个长针，1个长针嘛，所以是第一个长针。然后和这一边猫咪耳朵的最后一个长针，我们找一下哦，这是长针，1、2、3这一针，所以我们要把这2针挂在一起，这个是开头。好。那中间就一路走到对面，这边也是同样，我们要找它最后一个针目，然后也是要找有开口的这一种
记号扣会比较好使用。好，我们要找的是最后这一面最后一个长针和这一面的第一个长针，然后把它扣在一起，最后一个和第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针。然后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来把它结合咯。好，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以后，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可以放蓝牙耳机的小袋袋，或者是放小物的东西，放在挂在包包上，里面加了这个网袋以后，就可以变成提饮料的袋子。好，这时候我们拿出蓝色的线，好，我们来结合。首先呢，我们要结合的时候啊，我们是使用外侧的2条线，也就是你看这边我们拉起来4条，我们就要这一个支片靠近我们的这一条线，和后面那个支片离我们最远的这一条线。好，这2条线挑起来，我们来利用从头到尾我们都利用短针把它做结合。好，拉一个线圈进来，有一点线段，做收针，做收线头的线段预留好了以后，一个锁针就可以开始咯。好，同一针2条线做一个短针。好，我们可以把记号扣，第一针的记号扣就可以拿掉。接下来就是一针对一针，我只要靠近我的这个支片的最外面那一个线圈和离我远的那一个线圈，后面那个支片离我远的线圈，其实就是我们拿每一个支片的后半针。好，所以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时候，你外圈会有一个，因为我们留下前半针，我们翻回来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边缘感，感觉被描边了，这样比较可爱。好，然后里面的形状也会，内部的形状也稍微比较立体一点，不会抓得太实。所以一针对一针，就这样，我们把它从头到尾用短针把它合起来。好，我们的短针结合到这边，最后一针，然后把记号扣拔掉，勾完了以后，我们预留一个线段，断线抽出。好，然后呢，这边我们可以直接拿毛线针把它藏起来。我们藏在背后好了，背后整片都是蓝色，比较容易。这边好，我们随便找一个线，稍微打一个结。好，接着我把它线头藏在这个耳朵一大坨线里面，往里面穿一下，然后要不要回穿都可以，因为我们要用胶粘哈，所以固定一下。好，拿出白胶，然后稍微在留的这条线头这边沾一点胶。还有刚刚短针我这个有跟着走，所以线头我跟着走，所以这边也是直接剪断，然后稍微固定一下。这一侧，好，那我们这个主体呢就完成了。噔噔噔噔，我们把它翻面，好，翻面看一下。呵，好，翻面了以后，耳朵这边稍微整形一下，它的尖尖就会跑出来。好的，好。其实这样就已经是一个小作品了，就可以放耳机，是耳机的袋子。好，看这样就可以挂在包包上，很可爱。好，其实不需要眼睛鼻子也可以看出它是猫咪。我比较喜欢，可能年纪比较大，比较喜欢这种意象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钩织里面的那个内袋，里面的那个网袋的部分了。
分了。在这之前呢，我们要来钩织网带之前，我们要来做一个定位的动作。好，我们网带我是使用6个点让它来做固定，所以呢，我们可以取一个线段，不用太长，我们就用刚刚白色的线段，暂时我都不需要它，所以白色可以收起来，然后我们来一段线段。然后我们在1、2、3、4第4圈这边任一针，真的是随便一针，捞起来随便一针，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卡进去。这边因为第4圈都是柱子，所以比较好数，所以我们接下来开始数了。我们要6个点，所以那一圈是48针，48针，也就是每8针我们就要有一个支撑点。所以我们做记号呢，这一针做完记号以后空7针，1、2、3、4、5、6、7，然后下一针是这个地方。好，我们用这一针直接做记号，也可以用记号扣，可是记号扣最后我们要拆掉，其实有一点麻烦。那如果我们这边是用一条毛线，我们甚至不用把它翻回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掉。好，所以接下来就是每8个中间空7格，我们挂一下记号。好，我们看一下这样有1、2、3、4、5、6个点，然后这个不用动，直接我们把它翻过来。好，翻回刚刚我们缝合时候的样式。然后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边有1、2、3、4、5、6个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钩织我们的网带的部分咯。好，那我们准备蓝色的线，然后再来开始咯。好，记号完成了以后，我们翻过来就会看到这边有1、2、3、4、5、6个点，然后这6个点就是我们用来固定网带的基础。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直接拿出，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耐脏嘛，所以我比较喜欢有颜色的，我们就直接我这边就拿出这个蓝色的线，然后从任何一个点开始都可以哦。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条开始好了，这个记号扣的地方。好，你可以从记号扣的地方这边直接从它的把这一股直接挑起来，在这里直接勾也可以。但是如果行有余力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挑它的外圈，再往外圈走的这个短针，因为短针它的这边可以活动的地方比较短，它拉扯性也会比较小，然后再来它就比这个固定的位置多了半公分出去，杯底我们的直径就会大，两边加起来就可以大1公分左右。好，那我就捞它，我们找这个位置，这一个固定好的，我们已经做好记号的这一个长针外圈的这个短针这边挑起，然后我们挂线拿进来。好，我们先用一个锁针固定，固定好了以后，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好，直接在原来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固定线段的这个挑起来这个短针的处，再重新回去捞一个线圈出来，捞线圈出来，再绕线拉出，这是一个短针。好，我们固定好这个第一针就在这边一个短针，然后接着我们锁针12个，3、4、5、6、7、8、9、10、11、12个好了以后呢，我们再找下一个标记处，下一个记号处在这边，然后往外找一圈，就是这一针挑起来，挑起来以后做一个短针，然后再12个锁针，3、4、6、7、8、9、10、11、12。好，
完成了以后，我们再转到下一个这一边白色的这一边。好，找到了它的标记处以后，往外扩一点点，往外面找一圈，然后做一个短针，再12个锁针。11、12，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刚刚标记的翻滚了，来，这个是刚刚标记的针目，我们往外找啊。这边因为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这边会有耳朵，这边会有空针啊。如果真的找不到，就直接用这一针做。这一针有，它在这边，正好是就是引拔结合的这一针。好，我们找到了以后，一个短针。好，接着12个锁针，4、5、6、7。好，12个锁针以后，到下一个这边记号扣记号线段这边，然后我们往外找一圈，所以就是这边做一个短针。然后12个，1、2、3、4、5、6、7、8、9、10、11、12。好，最后一个点在这边，在这边，然后我们往外，那就刚好耳朵这边这一条。好，这样子我们6个点都找到了。先拉长一下看一下，6个点都找到，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把这个记号的这个线用来做记号的毛线抽掉哈，所以它比记号扣方便又很好使用。好，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们这边合起来，我们不是做12个锁针然后引拔合起来，这样子的话接点会在这边，我们就不好开始下一圈，所以做法是呢，我们先做5个锁针，5个锁针。好，接着我们再做一个比长长针再长的针。来，我们绕1、2、3、4圈，4圈在针上。然后呢，我们找到短针的这个针目啊，刚刚忘记放记号扣。如果大家找不到，要回去可以找一下放记号扣，然后捞出一个线圈以后，绕线，拉出2个线圈，再绕线，再拉出2个线圈，3、4，总共拉5次。好，这样大概会在它的正中间。那这一个就完成了，我们第1圈就完成了。接下来第2圈，我们先起立，网带的第2圈先做一个短针，但是短针不用戳进这里面，直接用下面这个大洞绕线打一个短针。好，我们放一下记号扣，等一下会比较好找。接着跟上一圈一样，12个短针，不对，对不起，12个锁针，4、5、6、7、8、9、10、11、12。好，12个锁针好了以后，我们找到下一个位置，它的位置就是在下面这个形成的大洞中间左右就可以了，它是可以活动的。好，所以就在这个大洞这边钩针放进去以后，钩一个短针，好，就会呈现网带的样貌。好，接着也是12个锁针，6、7、8、9、10、11、12，然后到下一个这个大洞，一个短针，
下一个短针，这样子你看稍微拉起来就可以看得出它是网带。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勾到最后一个空位的地方。好，我们到最后一个，我们这边也是先勾5个锁针，1、2、3、4、5，然后接着一样绕4圈，3、4。好，绕4圈以后，我们找到记号扣的位置，入针，然后我们挑出一个线段以后，现在钩针上会有6个线段。所以一次拉2针，绕线拉2针，总共会拉5次，4、5次，这样第2圈也完成了。然后我的习惯就会赶快先锁一个锁针起立，然后第3圈的起头的短针先拉好，然后换一下记号扣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就依照这样的方式，让这个网带的带身一直往上涨。然后要长几圈呢？我自己的习惯就看大家平时对这个带的需求啦。如果这个袋子装像这种保特瓶的话，我自己是长5圈，所以2圈了，所以3、4、5啊。如果想要再大一点的，像是水壶啊，这是我女儿的水壶，就这种比较大瓶的，或者是买饮料习惯买比较大杯的朋友，可以长6圈。所以大家可以到了理想的圈数以后，我们再回来钩织提把的部分哦。好，我这边现在钩织了6圈，怎么算呢？好，把它拉高就可以看到，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往下，1、2、3，然后4、5、6，好。就一个方形其实就是2圈，所以我们这边拉起来有3个方形，所以就是3乘以2 6圈。然后我们这一圈来收尾了，一样先一个锁针起立，然后我们钩织一个短针，到这边都跟刚才一样。然后短针呢，然后我放上记号扣，合起来。好，接着我们做5个锁针，1、2、3、4、5针，然后到下一个一样，中间左右的地方我们做一个短针。好，接着呢，我要来做它的提把的部分。提把的部分，我们先抓60针，60针的锁针。好，60针的锁针。搞定了。好，这时候我们把东西堆在下面，不要去拉起来它，所以你的锁针基本上也不会扭转到。我们直接找它刚刚这一格的下一格，一样在这个格子里面中间左右的位置，好，勾一个短针，这样我们的提把就出现了。好，提把如果想要更长，可以到70针左右都应该没有问题，大家可以自己调整。然后接着我们再来5个锁针，然后找到下一个，勾一个短针，然后再来5个锁针，1、2、3、4、5，然后到下一个一个短针。其实呢，这个网带还蛮好用的是，其实就大小上有些拉扯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短针都是卡在中间这个位置，所以没有勾到针目里面，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拉动的。虽然我现在这边不好动，对，真的装起来的时候它是可以，你看可以这样移动的。如果大小上有一点点差距，这就是网带的优点，它的弹性很大。好。接下来2格都是5个锁针以后，我们又到了要做这个提把的位置。好，提把的位置一样是60针。好，60针锁针完成了，我们直接勾到它这边是它的格子，它下一个格子，然后勾一个短针。然后接着5个锁针，2、3、4、5，然后我们就可以接到记号扣这个低针，
接好扣离开。我们做一个引拔，把它拔起来。好，我先把线段拉长。其实现在这样，这个饮料袋也可以算是完成了啦，因为它的功能也都有了。但是我觉得它使用上来说啊，我自己有做实验看看，这样的话塞进去要拉出来的时候比较不好找它的提把的地方，因为线的粗细都差不多。然后我也是很担心，就是提把这边可能会有点不够强壮，所以啊，我做了一个，我建议大家可以再跟着继续勾，因为还有线，然后再勾一个方式来加强它，也会让就是掏出来的时候提把比较好找，使用上比较方便。好，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先起立一下，一个锁针，接着在刚刚这个5个锁针这边，有人设计的方法是，就是在这边一直打锁针，整排的锁针。不是锁针，整排的短针，这样是还蛮不错的。它优点就是比较牢固，但是它也会比较实，然后塞在里面的东西会比较多。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办法让它有一点加强它的边缘，可是也不会让它这么就是结实。我觉得那个很结实的，有时候短针会有点旋转，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大家可以跟我做做看。来，先在这个锁针以后，我们不要直接在这一针上面，所以我没有打，直接在这上面打一个短针。我们在这个5个锁针的空格做一个短针。好，短针以后我们勾3个锁针，1、2、3，3个锁针有点拉过来，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在这一个短针的右边再勾一个短针，等于是我让它的锁针变成了2层，前后用一个短针包着它。好，接着我们要再一个锁针到这个短针的左边打一个短针，然后接着我们这边是60针，对不对？60针，我们每5针一个短针，然后我们做5个锁针，所以总共会有10次，1、2、3、4、5、6，然后这样就6，如果连短针算在一起是6针，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上去，不要钩针不要戳进针目里面，直接在把这条线包覆住，再打一个短针，然后再1、2、3、4、5，好，这样子2组，总共10组。好，最后呢，10组完成了以后，应该差不多长度就连接到对面。好，这时候在上一层这个短针的右边一个短针，一个锁针，然后再到它的左边一个短针。那我们看一下，这样呢，它的这个提把就有被加强到变成双层了，然后它也不会很分开，我们中间有时不时的把它们包在一起一下，然后这样提把变宽了，但是柔软度并不会降低，然后也没有什么正反面的问题。好，接着我们把这个边跑完哦，接下来是3针锁针。好，我们遇到短针，在它右边打1针，以后一个锁针，好，它左边1针，然后1、2、3个锁针，接着遇到短针，在它右边先做1针，然后一个锁针，再到它左边1针。好，接下来提把的部位呢，就跟刚刚一模一样，1针短针接5个锁针，这样做10组。所以刚才已经有1个短针了，我们继续4。好，接下来我们到了这个提把10组做完了以后，正好遇到这个短针，好，上一层的短针右边打1个，
短针，一个锁针，它的左边再一个短针。好，我们快要接到刚刚又忘记放记号扣的地方了。好，现在补一下，因为我们快要跟它结合了。好，接下来就是这边比较短的，我们做3针锁针，1、2、3，然后最后在这个针目这边打一个短针。好，这样子我们的包包就完成了。我们先不要跟第一针做结合，因为我们最后等一下我们要来用，就是用缝的方式把它结合。所以啊，断线，然后抽出，到时候换上毛线针。好，这次我们直接从记号扣的地方走，直接穿过记号扣到后面，记号扣就可以拔掉了。然后找到我们这一个针一开始这条线一开始这个位置，好，我们把它穿进去，等于是刚刚应该每一个短针针目上有一个锁针，对不对？这个锁针我们是用这个线段去做。好，这样拉起来就看不到了。我们翻到它的背面，这挑一段这边的线段起来，打一个结。好，打结完了以后呢，因为这个网带其实实在是很难去找到位置藏线，好，所以我大概还是会稍微往短针里面走一下，走出去，然后回穿一点点，回穿到原来附近的位置，回穿一点，让它很稳。好，在这里断线。然后拿出胶水，胶水是网带的好朋友。如果没有胶水的话，这打结就会很明显。然后把它完全剪短，它很容易滑掉，所以我就会在这个最后的接口这边涂上一点胶水，好，它干得很快，没问题。好，我们的网带就完成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线头，就是刚开始起针的这个线头。这个比较好藏，然后我们往这一个织片里面走。好，往这个织片里面走，把它藏起来。好，我们的猫咪网带就完成了。猫咪饮料杯，然后它很快就干了，我应该不用等它干，我们来收收看。好。要把它收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网带翻过来，翻好了以后，把这一坨就往里面塞，然后有一条线要拿出来，这一条，好，塞好了以后，猫咪就出现啦，然后可以挂起来。收起来，挂在包包上。其实里面再塞一个耳机也是可以的哦。好，那我们的猫咪网带就完成了，猫咪饮料背带。然后可以看一下背面，为什么背面要用就是素色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网带的时候会去抓它的那个点，这样看不太到，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样有花色的时候啊，你如果这边有一条会有一个短短的蓝色线段，我不太喜欢。所以我决定它用素色的就好了。好，那要使用了起来也方便啊！你看，打开然后就可以捞出来，翻个面就可以使用了。好，希望大家都购织愉快。这个是这一款，然后之后呢，这一款还有黑色的那一款，不是黑色，灰色的这一款，我也再分享给大家。它其实技巧都是一样的，就是渡线的时机。就是换线的时候不太一样而已。好，那大家在期待我的贴文哦，我可能会贴在 IG 和贴在 YouTube 上，然后带给大家这边可爱的猫咪不同的猫咪花色织图。
好，下次见喽，拜拜。